下车之后继续辱骂你，所以我开车撞了他，我把他撞成肉泥，懂吗？不是用钉子扎死，撞成肉泥，撞成100次都不多。妈妈，不要这样说！混账！我会死在龙背城哦。我叫林泰，是能够在这座城市里呼风唤雨的金融大咖，但于我而言，一手缔造的商业帝国不过是过眼云烟。我的女儿林萌萌才是我生命的全部。可命运的阴霾就这么毫无征兆地笼罩了过来。我的女友杨丹被曝光与别的男人私会，我绝不允许有人背叛。然而，当我正要找那女人算账时，眼前的一幕让我如遭雷击。我眼睁睁看着我的女儿萌萌在我面前被粗暴地拉进了警车。那一刻，我的世界仿佛天旋地转。原来萌萌为了帮我出气，在酒精的催发下失手撞死了杨丹。自从她妈妈死后，萌萌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我绝不允许她的下半生就这样毁掉。于是我花天价找到了全城最好的律师周丽。就萌萌的行为来说，死刑应该是可以避免的，但15年的刑期是不能改变。别说15年，1天都不行。我要的是无罪释放，别再跟我说15年的事儿，好吧？不可能。可能啊，可以的。看着萌萌被戴上那副冰冷的手铐，我心如刀绞。但在萌萌面前，我还是强颜欢笑，因为我已经是她最后的依靠了。地下车库的监控显示，萌萌和杨丹在车库碰面，双方开始了争吵。随后，萌萌便开车撞向了杨丹。我当时喝多了，神志已经不清你确实喝了酒，但是你的神志一定清醒。你怎么会清醒的倒退停车？怎么能清醒的加速撞人？面对对方的证人和证词，周丽从头到尾只说了没有疑问，但是真正置于他死命的是这根铁钉。不反对。这也让别人质疑起了他的能力。这样，水货。但其实好戏才刚刚开始。随后，检察官童涛请出了他的证人，这个证人也就是我给林丹安排的司机，他目睹了案发现场。他声称当天他陪杨丹去参加活动，随后杨丹接了一个电话，说要去车库见一个熟人，让他在这等5分钟。但过去了10几分钟，还是没看到杨丹的身影。于是他便去地下车库寻找杨丹。等他赶到时，只看到了一辆疾驰离开的红色越野车和杨丹的尸体。以你和林家的关系，如果看清凶手是谁的话，你还会报警吗？应该不会吧。辩护人，对此证词你是否有疑问？有。周丽早已做足了功课，他知道杨丹平日里没少用言语羞辱司机孙伟，这让孙伟心中早就积压了一股怒火。10月2号，你过37岁生日的时候，曾经当着家人的面许下了明愿，其中一条就是希望被害人杨丹出门被车撞死。更是发现孙伟的妻子与我关系匪浅，又在撒谎。实际上你恨他，你恨透了。李先生是我老板，是我的衣食父母，我为什么要恨你？因为你老婆总是跟他上床，而且你一直都知道。他巧妙地抓住这一点，直击孙伟的心理防线。果然，孙伟情绪崩溃。是的，我害怕。这。随后，周丽趁机指出，司机孙伟在案发后拿走了杨丹身上那块价值300万的名贵手表，这也是本场好戏最重要的一环。复仇加上贪财，这样他就有了作案动机。然后你看到他属于半昏迷状态。是。然后你又看到他的头后面有一根裸露的钉子，然后你就抓起他的头撞向那根钉子，是不是？事情朝着最理想的那方向前进，我立马愤怒地站起来，指责孙伟的畜生行为，完美地演完了这场戏。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，我太了解我的老对手童涛了，他就像一只咬住猎物不放的猎犬，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地放弃。在过去的15年里，他已经3次起诉，虽然每次都因为证据不足而败诉，但他始终没有停止对我的追查。那这次可是刑事案件啊，还会有人替他卖命？没有谈不拢的买卖，只有谈不拢的价码。洪涛开始怀疑孙伟和我之间存在不正当的交易关系。当一个人横竖要死的话，就索性拿命来换钱，不可能有人无缘无故为林泰卖命。他先是跑到医院调查了孙伟的病历，紧接着又去银行调查孙伟的流水记录。不出他所料，孙伟被查出患了脑癌，命不久矣，还查出我转给孙伟200万的流水。不过这是案发前4天汇入的，我又怎么可能未卜先知提前汇入孙伟？所以他们还是缺乏直接性的证据。
于是他们将突破口对准孙伟的妻子，但在我们精心排版好的剧本下，他没有露出一点破绽。他先是承认这200万是给他的，又因为孙伟得了绝症无法享受，所以鱼死网破，杀害了杨丹，并嫁祸给了萌萌。在那之后，我开始频繁地召开发布会，做了多笔慈善捐款来引导社会舆论，以此减轻萌萌身上的压力。可童涛却在此时找到了我。无论明天判决如何，我都不会放手，哪怕追到天涯海角，哪怕耗得我退休为止，必须让金秋不怕。我心里暗笑，没有证据，他说的再多也不过是徒劳。这是我说的。然而，就在2审开庭前的关键时刻，一个意外出现了。有人匿名给童涛发了一个视频，声称自己当时就在案发现场，并且录下了犯罪过程。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视频中杀害杨丹的人不是萌萌，不是孙文，而是我。这也让童涛有了扳倒我的信心。但不巧的是，因为视频中带有病毒，马上就被自动删除了。眼看铁证消失，童涛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依然感到莫名的心慌。我从童涛的眼神中看到危险的信号，他深知我这个人极度自负，此时只要用激将法往我头上泼脏水，我就有可能情绪失控。你爱他，他爱你。那么，你如何看待案发前几天杨丹传出的绯闻？我开始不自觉地回避这个问题，而这也被童涛敏锐地捕捉到了。你不记得？炒作。童涛在试探出我的软肋后，便开始撕咬住不放。你想跟他结婚的这个女人，她爱你吗？爱。如果爱你，为什么她一再和其他男人出现绯闻？又在纠缠这个问题，审判长。肃静。可以继续盘问，但必须注意用词。此时我额头冷汗直流，被撕开的伤口开始淌血，而童涛就像一头闻到血腥味的野狼，疯狂地朝着我撕咬。案发前2天，他为什么像一个既没有成又没事又结过婚的男人奉送了自己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再说这个。我来告诉你原因。当一个人长期吃不苦，就只能去别人家蹭饭。没判，这是事实。我彻底被他激怒，先前的稳操胜券的坦荡姿态竟荡然无存，但童涛的撕咬却更加猛烈。那绿帽子是谁给你戴上？你搞错了，我没有戴绿帽子，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分手，我杀掉你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你女儿为什么要去找杨丹？那是她的事情，因为她实在无法容忍自己父亲的懦弱。懦弱？你说我懦弱？在童涛的引导下，我彻底失控，将当晚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。驾车之后继续辱骂你，所以我开车撞了他，我把他撞成肉泥，懂吗？不是用钉子扎死，撞成肉泥，撞成100次都不多。你不是公正吗？哎，检察官，不是公正吗？审判长，合议庭，他才是本案的真凶。啊！看似我已经彻底垮台，无力回天，但其实这正是我想看到，也是童涛想看到。在1审开庭时，我让司机的妻子将我们提前拍好的照片发给周丽，才有了他接下来的据理力争。我深知周丽作为一个正直的律师是不可能接受伪证的，所以我采用了这样的方式。但尽管这样，却还是瞒不住他。我想知道孙伟的价钱。什么孙伟的价钱？你出钱，他演戏，我接招的那场。生与死的结局，谁敢演戏？我必须知道孙伟的价钱。那我告诉你，没有价钱。所以他也和童涛一样，在1审结束后，立马调查了孙伟的病历和流水，也在同一时间去试探了孙伟和他妻子。虽然他没得到有用的信息，但周丽从他们夫妻2人的眼神中敏锐地察觉到我确实有事情隐瞒着他。在那之后，我便开始了我的下一步。我先是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在短时间内造了一个地下车库，并完美还原了案发现场，还找了身材和杨丹、王母相似的演员编排了这一整部戏。但这还不够保险，于是我决定再拍一遍。来，咱们再拍一遍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我把凶手换成我。为什么呀？多一条退路。我深知以童涛的性子，他和我作对了15年，只要我一日不落网，他就不会放弃对我的追查，萌萌就始终会处在危险之中。而且我不能也不可以让我的司机孙伟承担这个骂名，让他的孩子在自卑中度过一生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我找人用案发当场的录像和周丽做了交易，汇款。但碍于我们是雇主和被雇人的关系，
所以他不会直接揭发我，而是会把这段录像发给童涛。即使我传给童涛，也会在上面加一个英语病毒。10分钟以后，文件就会自动消失。但任凭我的计划再精密，也会有漏洞。这个漏洞就是我的女儿萌萌，因为我不会让自己的女儿成为这计划中的一环。周丽也深知这一点，所以她找到了萌萌。萌萌，我想知道案发当晚到底是谁开车撞死了杨丹，我要听真话。是我。得到答案后，周丽翻看起当晚交易得到的录像和现场监控进行了仔细比对，还真让他看出了端倪。孙伟在同一个位置先迈出的那只脚竟然不一样，于是周丽立马展开了调查。查一下这几个月林泰有没有付款给某家装修公司，装修地点在哪儿？什么？宿县？此时的他已经无限接近于真相，但与此同时，最后的审判即将开始。只要我在周丽赶回来之前被定罪，那他说什么都晚。庭审结束，我因蓄意杀人罪被捕入狱。周丽得知消息后，匆匆赶到监狱来看我。他看着我的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，既有惋惜，也有不甘。他还想为我辩护，试图找出翻案的机会，但我心意已决，为了萌萌，我必须承担这一切。现在的结果，所有人都满意。人生在世，总有一些东西比命。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所畏惧的铁人，但自从萌萌出生的那天，我知道这就是上天赐予我唯一的软肋。我从小就对萌萌精心呵护，但却也疏忽了对她的言传身教，这才导致了她犯了错误。我愿意用我的余生来为她上最后一节课。当我看见你在法庭上泪流满面的时候，我心疼，但也欣慰。你终于懂得什么叫失去，什么叫悔恨了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你将拥有一颗宽容的心来面对任何人。未来的你会是一个善良的、厚道的、受人爱戴的人。宝贝，爸爸爱你。